今年将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送酒活动。第一期视频是在2023年春节当天发的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竟然收到了8000多份报名表，而且还在增加。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报名，因为在年前我做好了第一批检测合格的泡酒，是100份50毫升的红枣朗姆酒。发视频前我还在担心，万一没人报名，这都够我喝半年了。没想到大家的喜爱程度超出了我的预期，我真的特别感动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喜爱与支持。还有几处没想到，第一，没想到在家调酒的人竟占到60%，爱喝鸡尾酒的人逐渐增多。可我没有想到，竟有这么多人愿意自己在家调酒喝。第二，没想到很多热心朋友的帮忙，因为视频是过年期间发布的，一时咨询量很大，群里有几个热心的朋友，在我没能及时回复的时候，帮忙给大家回复链接，让我瞬间感觉群的温暖。借此视频也向你们表达感激之情，我也会私信你们，第一时间赠送你们想要品鉴的水果泡酒。第三，没想到最受欢迎的第2名，受欢迎度最高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，这点我有想到。可排第2的是红茶荔枝泡酒，是我没想到的。上次做的红茶荔枝泡酒，虽然用的红茶不是很好，却让我感受到茶加水果加酒的无限可能。接下来我要做大量的茶叶口感的测试，我们一起期待。最后公布一下，第一批准备赠送的是红枣朗姆泡酒，报名表中选了这一项的有200多人，我将筛选出100人，然后逐个联系来确认。这次没有收到通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的送酒活动不止这一次，我会在每种时令水果上市的阶段，逐个把大家喜欢的酒都做一遍。比如说，如果下一次做的是草莓威士忌泡酒，那我还会从这几千份名单中找出选择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朋友来赠送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说，第一批报名的8000多人，在今后的时间里，基本都会收到一瓶你想品尝的某一款泡酒。这几天我在等包材和邮寄箱，打包就绪后，我就会邮寄出第一批泡酒，敬请期待吧。为了给粉丝们送酒，我竟然学会了自己做朗姆酒。起因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在菜市场看到甘蔗，10斤甘蔗只需要10块钱，这点小投资根本不算什么。我高兴的买了10斤甘蔗，先回来试验。上等的朗姆酒需要青汁发酵，我需要叫它们削皮榨汁来取得青汁。可切开之后，怎么里边是黑的呢？竟然全都是黑的。哎，上当了，怪不得旁边的摊位需要3块钱1斤呢。可2000多的紫铜蒸馏器都已经发货了，我不能放弃，只能再去买3块1斤的甘蔗。还没见到青汁，先损失了10块。不过一想到能出酒，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。这次的甘蔗没有问题，削皮、榨汁、压榨，最终30元的甘蔗出汁3斤7两左右，加入活化好的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就可以蒸馏了。资料显示，最早的朗姆酒是用糖蜜发酵制作的，我想对比一下，于是我又买了5斤糖蜜来试验一下。毕竟2000多的蒸馏器都买了，这点材料根本不算什么。糖蜜加水稀释后，加入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再进行蒸馏。葡萄发酵后形成的酒，在蒸馏前就是葡萄酒，蒸馏之后就是白兰地。按照这个逻辑，甘蔗在发酵后蒸馏前也应该叫做甘蔗酒。尝一下口感，就是甜水加酒精的滋味，不好喝，还是蒸馏吧。开始出酒，第一次蒸馏共计约700毫升，酒精度30度。第2次蒸馏，最终出酒300毫升，酒精度68度。同样的方式，把糖蜜原料进行2次蒸馏，最终得到70度原酒300毫升。青汁发酵后的蒸馏酒闻起来更加清爽干净，糖蜜发酵的没有清爽感，多了一点焦糖香气。不过新酒口感都太冲了，不好直接喝，还是用来泡酒喝吧。先把酒降到30度，加入蒸好的红枣，用自己做的朗姆酒泡红枣会是什么口感？10天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吧，对比，这样才能对得起粉丝的一片信任。这个果子皮有一点厚，比葡萄皮硬一点，第一口咬下去很酸的味道，但吃到果肉中间就是糯糯甜甜的口感，还有一点山竹的滋味和奶香。最后轻咬果皮，果然有橄榄香气，还有微微的荔枝香。如果这种味道能很好的呈现在酒中，那简直太棒了。因为皮厚，所以我采用扎眼的形式，让酒能更快的浸泡进去。最终每瓶用260克加包果，39克糖，260克酒的配方，分别用10款酒来浸泡。糖的比例是算出来的，因为我测试加包果的含糖量为11%左右，一般水果的糖分有1半左右会融入酒中，我想做出20%的最终含糖量，所以我加糖的比例是15%，260克酒加糖就是39克，还剩下一点加包果，我又分别用不扎眼的方式和不加糖的方式又泡了2瓶。还剩最后一点，因为果皮和果肉香气不同，所以我又泡了2瓶，一瓶只有果皮，一瓶只有果肉。好了，加包果都被我霍霍完了，需要等待3到5个月再来品尝，不知道我一心盼望的橄榄香会不会如我所愿。
我们开封6款不同基酒做的梅子泡酒。第一款是用威士忌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和微微的酒感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是威士忌自身的味道，过渡自然，但融合度不像威士忌和草莓那样完美。喜欢威士忌的朋友可以尝试。第二款是用真露浸泡的，由于酒精度数低，激发出的梅香比较少，完全没有酒味，喝起来感觉特别像果汁，适合平时不常喝酒的朋友。第三款用二锅头浸泡的，入口是果甜，口腔中有一点二锅头的酒感，但完全没有刺激的口感，回味是梅香和酒感的融合，梅子的清透感和穿透力特别的突出，果味与酒味互补，融合的恰到好处。第四和第5款分别是伏特加和朗姆酒浸泡的，这2款酒适合泡大多数的水果，优点是没有明显的酒味，果味被提炼的也很好，缺点是口感显得中规中矩，比如有的酒自身有特别突出的口感，会弥补果味的不足，但这2款没有。两者相比的话，朗姆酒浸泡的果味更加的浓郁一些。第6款是用小刀浸泡的，入口是绵柔的滋味，中口是梅香，后口又是梅香和浓香的融合，整体没有酒的刺激感，但又能把浓香酒的特点很温柔的表现出来，瞬间让人体会到浓香酒的美妙，非常适合爱喝浓香酒的朋友。你更喜欢哪一款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邀请粉丝品尝的草莓威士忌，今天出酒，先把酒过滤到一个大酒罐里，威士忌自身的橡木桶滋味融入到酒中，跟草莓果味做了一个很好的互补，而且融合过渡的非常自然。最早的这个试验组合让我意识到酒的某个特点和果味互补，会让泡好的果酒更有层次。最后先装出来3瓶，送去检测，等检测合格后，我会陆续联系大家包邮送出。剩下的草莓有点多，之前都扔掉了，但总感觉有点浪费。刚好买的紫铜蒸馏器有串香装置，于是我实验一下，把草莓里的酒再蒸馏出来会怎样。第一次蒸馏得到2升38度的酒，草莓的价值基本上被我完全榨干了。不过酒看着有点浑浊，于是我决定第2次蒸馏。2次蒸馏一定会损失掉更多的果香，毕竟只是试验。蒸馏出来的酒到底能做什么用，也有待探索。最终得到1升70度，带有草莓香气的蒸馏酒。大家觉得这个酒应该叫什么酒呢？最近是梅子上市的季节，答应大家的青梅酒今天开始制作，等6个月检测合格之后，还事前邀请100位粉丝免费包邮品尝。我生平第1次喝的泡酒就是青梅酒，是一个朋友自己做的，当时口腔瞬间被青梅的酸爽穿透的感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前年做了不同品种梅子泡酒的测试，去年做了不同基酒泡酒的测试，综合2年的经验，我感觉二锅头浸泡的最终口感是酸爽度和穿透力最舒服的，所以这次就用这个组合。我做研究和实验比较在行，生产和销售经验不足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我这种先邀请粉丝品尝，再根据反馈调整，直到大家满意后再考虑生产销售的模式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有什么建议欢迎随时跟我沟通。